也记得追踪、按赞我们的粉丝专页，上面会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哦。济州岛之旅来到最后一集啦！今天要前进济州岛的西部地区，一样是自驾游到这些景点走走。今天的行程呢，也特别建议大家要穿走好走的鞋子，跟舒服好活动的服装。影片要开始咯！首先来到第一站，搭乘潜水艇，右边这间是观光船，左边的是潜水艇的店家。在旁边这边也有咖啡店，因为今天比较早到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先到附近晃晃。前面这里呢是海女准备的地方，地上也放了很多他们的装备。往前走上的这座桥，这里是一个可以散步的步道。还有人在那边钓鱼。时间差不多就回来准备搭船，首先要填写资料，很多个人的话一起写在一张就好了。官网上面也有写搭船要先预约，所以会先建议大家先预约起来。真的不确定的话就直接到现场，有机会也是可以搭到，但就是要看现场的情况。成人的票价是65000韩元，另外要付费一个海洋公园的维护门票是1000韩元。如果你是线上先预订购票的话，是52000韩元，还会附上一张咖啡券。店里也有一些椅子可以坐着。接着我们就出发去搭船，跟着标示往码头走。这边会看到好几个海女，海女呢是济州岛独特的文化，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少。目前现存的海女年龄大部分都落在30岁以上。前面就是码头了。这边我们要先搭船到中间，才会转搭潜水艇。上船之后，随意选一个位置坐下来。抵达这里，工作人员就会帮你跟潜水艇拍一张照，这个是免费的，在回程上岸的时候可以领取，留作纪念。潜水艇的话要爬一个垂直的楼梯下去，所以女生要记得不要穿裙子过来。潜水艇里面有26个窗户跟67个座位，最前面是驾驶的位置，很幸运坐在最前排，可以看到各项操作。这边显示我们现在在水下3公尺，等等最深会潜到水下40公尺的地方。窗户上面有一个小萤幕，这个是船外面正上方的画面。在潜水艇舱内呢，会有一个导游一边讲解，只是很可惜是说韩文，这边就听不太懂。船外面呢有一个潜水员，还透过萤幕在跟我们打招呼。潜水艇也开始慢慢的往下潜，可以看到海里有一些干台。潜水员呢也准备开始他的潜水表演，窗户外面也可以看到一些鱼群，然后上面的萤幕会播放一些影片，根据现在窗外看到的东西会有不同的介绍内容。潜水员还会到窗前跟游客打招呼，他也会在周围撒一点那个面包屑来吸引一些鱼群。现在潜水艇已经下降到水下30几公尺了，外面的这个小球也因为海水压力的关系，变成被压扁的样子。这里窗外会看到一个遇难的船，年代已经很久远了，也被人工打造成珊瑚礁，变成鱼群栖息的空间。再来，潜水艇就要慢慢上升，这趟旅程也要结束啦。窗外的小球也又恢复原状了。真的超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坐这个潜水艇。如果你是不敢潜水的人，或是怕水，也可以看到海底的风景，也特别适合带小朋友一起来玩。接着就是坐船回济州岛，靠岸之后，记得就可以在你的码头拿到你刚才拍的照片。再来下一站，我们要去正房瀑布，这边可以免费停车，停车场边有一些摊贩在卖伴手礼。
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买票，成人的话是一个人2000韩元，25岁以下的是1000韩元。这里是不可以使用娃娃车或是轮椅的。楼梯往下走有一个验票口，跟着指标一下子就会看到瀑布了。正房瀑布它是亚洲唯一一个直接流向大海的瀑布。右边是峭壁，左边就是大海，风景非常漂亮。这里都是石头路，走起来要小心湿滑。旁边的话还有海女在贩售当日现捕的海鲜。往出口走，旁边也有商店在卖纪念品跟饮料等等。这里也可以看到有餐厅、水果，旁边就可以直接通往停车场。再来，下一站要去的是大埔柱状节里带。这边的停车场要依照车子的大小收费，大约是1000到3000韩元。门票的话是跟正房瀑布一样。旁边这里有几间商店卖小吃啊、纪念品跟伴手礼等等。这间有卖包包，还有一些娃娃吊饰。前面就到验票口了，给工作人员验完票之后就可以走进去啦。跟着路径走，就会到一个大大的景观台，这边就可以看到整个海景跟柱状节里带。济州岛它是一个火山岛，柱状节里带是熔岩从火山口流出后急剧冷却，引发收缩作用而形成的石柱。这边的六角形石柱最高有30到40公尺，绵延了整个海岸线，特殊的造型十分壮观。下一站我们要前往中文观光旅游区，它是韩国最大的综合观光园区。这边有餐厅啊、商店跟咖啡厅，也有大自然景观步道。这一个是巧克力乐园，可以体验制作巧克力。前面的星巴克很有特色，据说是以霍尔的移动城堡为灵感，做了这个创意的机器人造型。这是泰迪熊博物馆，有展出收集自世界各国的珍贵泰迪熊。中文观光旅游区的范围很大，包含许多景点跟设施，像是刚刚去的柱状节里带、跟美地植物园、太平洋乐园、济州国际和平中心等等。下一个我们要去的是，也是在旅游区内的天地渊瀑布，这里也可以免费停车，旁边有卖饮料的小摊贩。接着去买票，25岁以上的话，一个人就是2500韩元，以下的话都是1350块韩元。这边是3段式瀑布，走到第一个是200公尺，走到第二个是500公尺，走到第三个是1000公尺，全部走完回来大约30到40分钟。大家一定要走好穿的鞋子。到验票口验完票，照着指示牌开始走。这边就轻轻松松，一下子就抵达到了第一个瀑布。只有在下大雨的时候，上面河川的水流下来才会形成的瀑布，所以这一次就没有看到了。但它的水真的超级清澈。接下来出发，走往第二个瀑布。这个是3段中水流最大的瀑布，也是我觉得3个里面最漂亮的其中一个。继续走会到仙灵桥，上面有七仙女，相传玉皇大帝的七仙女下凡到这里游玩，所以这边才会被叫做天地渊，也就是上帝的池塘的意思。仙灵桥也叫做七仙女桥，可以走上去眺望天地渊溪谷的风景。再来就是要走到第3个瀑布，大概要有500公尺，有长长的步道啊跟楼梯，我个人是认为非常遥远。
好不容易就走到第3个瀑布，位在溪谷下游，最后会流向大海。这里回程要顺着原路回去，都会是往上的楼梯。回到入口附近，旁边有一间小店，有卖纪念品啊跟饮料等等。接下来要带大家前往三房山乐园，门口有一间冰淇淋店，这边不收门票，都是按设施计费，价格大约在2000到5000韩元，种类也不多，主要是给小朋友玩的。前面这个是可以打棒球的设施，还有小型的海盗船，旁边这个是旋转木马。左手边这一区是小园区，进去的话就是一次收费5000韩元，它还会给你一个喂养的水果。里面有一些简单的设施，像是溜滑梯啊、荡秋千等等。里面这里还有绵羊，旁边还有鸭子。这里面也可以租借这种协力脚踏车来骑。有一些提供给小朋友骑的脚踏车跟扭扭车。往前这里有小小的攀爬架，最里面这里是现在小红书最火红的滑草设施，不限年龄都可以玩，建议小孩都要大人陪同。别看它这样小小一条，速度真的超级快，而且好玩又刺激。哈哈没中。也有比较大型的海盗船可以玩，然后这个跳跳床收费是2000韩元。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乐园，比较适合亲子同游。旁边有卖小吃、饮料跟冰淇淋的摊贩，还有一些纪念品。对面这间的话就是泰迪熊的咖啡厅，也有一些礼品店。咖啡厅里面有卖泰迪熊的周边商品，像是娃娃、服饰跟包包，还有一些发饰，像是发圈跟发夹。这边有墨镜、袜子，还有一些小吊饰，还有环保杯、保温杯跟马克杯等等，都印上了泰迪熊的图案。喜欢泰迪熊的人也要顺便来逛逛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去济州神话世界，这边是一个度假园区，里面包含了乐园、酒店、娱乐场、餐厅、会展中心、公寓住宅、度假村等等。我们今天来到乐园，票价的话就有分成单项设施跟3项设施跟1日票，区分为淡旺季的价格，可以依照你的需求购买。这里主要分为3大主题区，分别是世界之港、爆笑虫子的冒险村跟奥斯卡的新世界，总共有15项设施。这边也有可以租借韩服的商店，当然也有纪念品商店啦，可以找到园区内主题的周边商品。这个是皇冠熊的商品，旁边可以看到有豆豆虫跟奥斯卡的相关商品。这里有造型发箍，各式各样的娃娃吊饰。园区内也有拍贴机店。这间是餐厅。再来，我们前往豆豆虫的园区。这边有一些户外的游乐设施，像是溜滑梯啊、攀爬架等等。都充满了很多豆豆虫的造景，旁边也会有摊贩卖一些小吃饮料。这间是豆豆虫礼品店，隔壁也有大萤幕，是在播放动画片。这个是旋转木马，给工作人员验票就可以入场。座椅的话都是豆豆虫的角色，其他就跟一般的旋转木马一样。接下来来到奥斯卡的绿洲，这边有5项游乐设施。这个是巴克之舞，也就是旋转咖啡杯。舞动奥斯卡是济州岛唯一一个云霄飞车。这边也有纪念品商店，可以买到周边商品。
这个是旋转奥斯卡，结合了海盗船跟云霄飞车的设施，看起来就很刺激有趣。这里是餐厅，有韩式啊、中式跟西式等等的料理。这是一个360度倒转的设施，会慢慢一边旋转一边上升，到最高处之后还会上下颠倒。这个是4D 剧院，我是平日到访这里，没有什么游客，就不用什么排队，玩起来还蛮舒服的。隔壁的话是神话水上乐园，里面有水上游乐设施，像是大滑梯啊、18池、泳池等等。前面这边的话是一间购物中心，里面有一些品牌。这里也有美食用餐区跟一些美食街的休闲餐饮。旁边外面也有一些美食餐厅。下一站是绿茶博物馆，这边是以绿茶为主题，让游客可以深入了解韩国传统茶文化，里面贩卖了很多用茶制作的商品，还有茶品可以试喝哦。这边有一些茶包，还有卖茶叶。然后这边是用绿茶研发出的康普茶，是做成粉状的，有更多的营养价值。也有一些饼干，有巧克力口味、绿茶口味。跟抹茶口味的蝴蝶脆饼，这里是冷泡茶包，有绿茶跟南非国宝茶，也有做成像这种棒状的抹茶粉。这个话是抹茶牛奶酱，是吃起来不会有苦涩感的抹茶。这是中间包了杏仁果的抹茶球、抹茶华夫饼、抹茶夹心饼干，这边还有各种口味的茶。前面也有用餐区，可以吃到抹茶做成的甜点，有各式饮品、小蛋糕。柜台前面这边也有模型可以参考，每个看起来都好可口，有生乳卷啊、千层蛋糕、戚风蛋糕、冰淇淋，还有达克瓦兹，还有跟济州岛大名产柑橘结合的甜点。抹茶控绝对可以得到大大的满足。这边外面有很多户外空间，可以休息、饮茶。从这边小径往后面走，就会看到一大片的茶园。这里是济州岛面积最大的绿茶园，李敏镐的 Innisfree 的广告就是在这边拍摄的。在博物馆旁边这边有一间 Innisfree， 有贩售济州岛限定的保养品哦。接下来来到济州岛9.81公园，这是一个重力赛车公园，是一个结合复合式的赛车园区。除了有 Race 981重力赛车，还有 Hill Swing 秋千、碰碰车跟篮球机等等的游乐设施。这个就是 Hill Swing 秋千，会把游客的手跟脚都固定在秋千上面，是一个可以只靠身体后坐力旋转360度的极限秋千。里面也有礼品店，有9.81公园的相关纪念品。另外这边必玩的就是重力赛车啦，总共有分成3条赛道，赛道盖在山坡上面，车子会依靠重力加速度往下滑。因为重力加速度是9.80665尺平方秒，所以这边才叫做9.81公园。车子前后都会配有 GoPro 帮你录影，还会帮你自动剪辑，就可以直接下载影片，也是现在超热门的体验活动之一。最后来到济州岛，也可以安排欣赏济州愣打秀。这是韩国最早的默剧表演，以韩国传统音乐事物表演作为题材，讲述4名厨师在准备婚宴料理中发生一连串的爆笑故事，使用厨房里面最常见的锅碗瓢盆作为乐器，是一个轻松愉悦的喜剧表演。晚餐的话，我回到济州市区吃的这一家叫做面条庭院，是济州岛特产黑猪肉的猪肉汤面。墙上也有很多名人的签名。这边会附上3样小菜，都是可以无限量加的。猪肉吃起来有弹性，没有猪腥味，面条也很浓郁好吃。隔天搭机前，我们直接开到乐天这边还车，记得在还车之前就要加满油。
工作人员确定好资料之后，就还好车了。接着就可以搭乘接驳车前往机场，准备搭飞机回家喽。这3天的济州岛之旅也画下句点，之后也将带来韩国其他地区的介绍。看完济州岛的景点介绍，你最想去什么地方呢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